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暮光之城》不过是一部满足青春期少女幻想的无脑偶像剧？如果你至今还抱着这种偏见，那你可能完全低估了这部作品在商业和心理学上的恐怖威力。今天，我们用一把绝对理性的解剖刀，彻底扒开这部在全球狂卷几十亿美元的神作底层，看看它到底是如何精准地操纵了人类潜意识里最致命的3个心理开关。极端危险带来的多巴胺狂飙，生物学上的绝对排他性，以及对抗基因本能的极致克制。接下来的整整1个小时不带一句废话，没有一句车轱辘话，全都是高密度的底层逻辑和反常态的情节拆解。要看懂这个故事，首先得看懂它的环境设定。故事把舞台放在了一个常年阴雨绵绵，天空中永远盖着一层厚重乌云的偏僻小镇福克斯。在地理学和心理学上，这种地方天然就具备一种与世隔绝的隔离感。女主角贝拉并不是一个阳光开朗的传统女主角，她极度内向敏锐，甚至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悲观思维。她不习惯社交，抗拒热闹，主动把自己边缘化。这种心理状态恰好是所有传奇故事里最完美的容器，因为一个对平庸现实感到麻木，甚至有点厌世的人，最容易对打破常规的异类产生毫无防备的共鸣。它就像是一张干燥到极点的白纸，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发生无法挽回的连环爆炸。贝拉的家庭背景也很有意思，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四处奔波的棒球运动员。贝拉为了给母亲自由，主动选择来到这个他极其讨厌的阴冷小镇，和身为警长的父亲查理一起生活。查理是个不善言辞的传统男人，两人的相处充满了尴尬和沉默。这种极度缺乏情绪价值和存在感的生活，让贝拉在潜意识里极度渴望被关注，渴望生命中能出现一些绝对不可动摇的火花。而带来这团火的是库伦家族。在全镇人的眼里，他们完美、富有、神秘，但永远和人类保持着一种冷漠而绝对的社交距离。真正的危机和爆点是从那节命运般的生物课开始的。当爱德华坐在贝拉身边时，电影和小说在这里做了一个极其反常态的处理。他没有展现出任何高富帅的搭讪技巧，反而整个人肌肉紧绷，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愤怒和浓烈的杀气。他甚至用手死死地捂住嘴，身体拼命往走道的另一边倾斜，那副样子就像是在忍受某种剧烈的剧毒折磨，或者是在极力克制自己不要吐出来。可中一想，他连书包都没拿，就以一种近乎逃命的速度冲出了教室。这绝对不是什么霸道总裁玩欲擒故纵的戏码，这是最纯粹、最原始的捕猎危机。在暮光之城的底层设定里，吸血鬼的嗅觉和捕猎本能是被血液激发的，而每个人类对于吸血鬼来说味道都完全不同。贝拉的血在生物学上被称为爱德华的歌者，这是一个极其浪漫但也极其恐怖的概念，意思就是贝拉的血液味道对爱德华而言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这个世界上最烈、最无法抗拒的毒药。他坐在教室里的那1分钟，不是在嫌弃贝拉，而是用尽了活了100年来积攒的所有理智和道德，在疯狂压制体内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全班人撕碎、吸干贝拉脖子的野兽本能。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叫嚣着去撕咬，而他的理智却在拼命拉闸。这种极致的拉扯，从他们见面的第1秒起，就注定了这不是一场温和的恋爱，而是一场生与死的贴身肉搏。爱德华在极度惊恐和挣扎之下，立刻逃离了小镇，躲到了遥远的阿拉斯加。他花了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在荒无人烟的水源上疯狂捕猎野生动物，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麻痹自己的嗅觉，甚至动过再也不回福克斯念头，因为在库伦家族的家规里，暴露身份和残杀人类是绝对的红线。但命运的诡谲就在于，当他以为自己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准备，再次回到学校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砸碎了这种脆弱的平静。那是一个结了冰的清晨，学校的停车场里满是薄冰，一辆由学生凯勒驾驶的旧面包车在拐弯时突然失控，带着巨大的惯性和几吨重的铁蹄横冲直撞的朝着正在车旁拿书的贝拉砸了过去。当时的距离和速度在人类的物理极限里
贝拉是必死无疑的，但在人类肉眼和神经根本无法捕捉的1/1000秒内，原本还在几十米开外的爱德华展现出了降维打击般的超自然力量。他以一种近乎瞬间移动的速度闪现到了贝拉身前，不仅一把搂住他，甚至在倒地的瞬间用自己的单手肉掌硬生生地在飞驰的面包车铁皮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强行让这辆疯狂的怪兽停了下来。这一幕是整部作品最核心的转折点，它不仅向贝拉暴露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更在贝拉的潜意识里建立了一个无法攻破的心理防御链条。这个世界上最想杀掉你最危险的捕食者，却在生存本能发动的瞬间成了你最坚固的盾牌。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类处于极度危险的环境中时，大脑分泌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吊桥效应。爱德华用这种超越物理常识的力量，强行在贝拉的心里定下了一颗无法拔除的钉子。而在随后的医院检查中，爱德华试图用人类的谎言来搪塞过去。他对贝拉说，你只是当时太害怕产生了幻觉，我是从你身边走过去的。这种近乎拙劣的防线反而极大地激发了贝拉骨子里的倔强和求知欲。他拒绝被气体灯式的心理暗示操纵，他决定靠自己找出真相。为了弄清楚那个能用手挡住卡车的男人的秘密，贝拉开始展现出她惊人的偏执和冷静。她没有像普通女孩一样吓得尖叫逃跑或者去报警，因为她知道说出去根本没人会相信。她开始在互联网上疯狂搜索各种线索，寻找人类历史上所有关于力量超群、不吃人类食物、皮肤冰冷且不晒太阳的生物记载。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印第安保留地的少年雅各布。在一次海滩聚会上，贝拉利用自己的社交技巧，看似无意地向雅各布打听关于库伦家族的传言。雅各布为了讨好贝拉，说出了他们部落流传了几百年的古老秘密。库伦家族是传说中的冷族，也就是吸血鬼，而雅各布的祖先则是能够变身为巨狼的守护者。两家在几十年前签下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条件是库伦家族绝对不能伤害人类，并且不能踏入印第安人的土地。得知这个颠覆世界观的真相后，贝拉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在一个周末，他独自一人去了附近的港口城市安吉利斯角买书。在回来的路上，他在一街区遭遇了几个不怀好意的地痞流氓的围攻。就在局势极度危险，贝拉退无可退的绝望时刻，一辆银色的沃尔沃轿车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疯狂冲进小巷。车门打开，爱德华满脸暴怒地让贝拉上车。在开出城市的路上，爱德华的眼神里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他咬牙切齿地对贝拉说，我刚才差点忍不住回去杀光那几个人。也就是在这一晚的餐厅里，两人的防线彻底敞开。爱德华承认自己拥有读心术，他能听到周围所有人类内心龌龊、贪婪、平庸的想法，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厌烦和疲惫。但唯一让他感到恐惧和无力的是，他竟然完全听不到贝拉内心的任何声音。贝拉的大脑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堵绝对隔绝的静音墙。这种唯一性加上血液的致命吸引力，让爱德华这个活了100年的灵魂第一次在人类面前感到了一种无法掌控的失重感。当他们回到福克斯，在一片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里，贝拉当面拆穿了他的身份。他看着爱德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你是吸血鬼。爱德华没有逃避，他带着一种近乎自残的绝望，把贝拉带到了福克斯小镇极少见到的阳光下。他要撕碎所有的浪漫面纱，让贝拉看看他真正的怪兽形态。在人类传统的文学和恐怖片里，吸血鬼是见光死的，他们属于腐烂、蝙蝠、棺材和阴暗的地下室。但暮光之城彻底打破了这个设定。当爱德华站在那片阳光能照射到了草地上时，他脱掉外套，他的皮肤在阳光的照射下没有溃烂，没有冒烟，而是像成千上万颗高纯度的钻石一样，折射出璀璨夺目，甚至让人无法直视的极致光芒。这一幕的视觉冲击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危险美学的闭环。
爱德华痛苦地展示着自己的身体，以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在树林间跳跃，甚至徒手折断核爆粗的大树。他对贝拉大喊：看吧，这就是我，这美丽的皮肤是我用来吸引猎物的伪装，我的声音，我的脸，全都是为了高效地捕杀人类而进化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捕食者。他以为贝拉会吓得跪地求饶，但贝拉却一步步走向他，摸着他冰冷如大理石般的胸膛，轻轻说了一句：这很美。人类对于力量和美的崇拜是刻在基因里的，而当这两者以一种神明般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且对你毫无保留地展现软肋和痛苦时，任何人类的理智都会在瞬间失效。贝拉甚至说：我不害怕你，我只害怕失去你。这句话彻底击碎了爱德华建构了100年的冰冷防线。也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爱德华向贝拉详细解释了库伦家族所谓的素食主义生活。这又是全说一个极具张密的设定，他们不吸人类的血，只靠捕猎森林里的野生大熊和美洲狮度日。这种选择在吸血鬼的世界里，相当于让人类一辈子不吃任何熟食，只靠吃生豆腐和青草活命。他们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和自己的生理饥饿以及基因本能做高强度的对抗。卡莱尔这个家族的养父在几百年前被转化后，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变成吸血魔鬼的事实，曾多次尝试自杀，但吸血鬼不老不死的肉身让他求死不能。最终他凭借着难以想象的圣人般的意志力，熬过了对人血的渴望，并利用漫长的生命考取了医学院，成为了一名高明的医生。他每天在医院里都要面对无数流淌的鲜血和伤口，却能用极致的自控力去手术去救人。这种高度的道德自律给库伦家族涂上了一层悲剧性的宗教色彩，他们拥有神一般的毁灭力量，却选择戴上人类道德的枷锁，在无尽的黑暗中寻找灵魂的救赎。然而在这个看似完美的吸血鬼家庭里，贝拉的到来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当爱德华把贝拉带回那栋隐藏在森林深处、四面全是巨大落地窗的豪宅时，家族成员的反应各不相同。艾斯梅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接纳了他，艾美特觉得多了一个人类朋友很有趣，爱丽丝通过预见未来的天赋，早就知道自己会和贝拉成为闺蜜，但罗莎莉和贾斯帕却极度抗拒。罗莎莉之所以嫉妒和愤怒，是因为她无比痛恨自己吸血鬼的身份。他嫉妒贝拉拥有可以变老、可以生孩子、可以享受阳光人类生活的能力。他觉得爱德华把一个无辜的人类扯进这个黑暗世界是极度自私的行为，而贾斯帕才是家族里最年轻的素食主义者。他刚刚加入这种禁欲生活没多久，贝拉身上那股极具诱惑力的血腥味，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他脆弱的自控力底线。如果剧情只停留在两人的情感拉扯和家庭聚会中，故事很快就会变成单调的温室恋爱。后半段的暴风雨是由一场在电闪雷鸣中进行的棒球赛引来的。库伦家族只有在雷电交加、暴雨将至的时候才能打棒球，因为他们的力量太恐怖了。棒球棍击中球的瞬间，以及他们以超音速奔跑碰撞的动能，会爆发出如同大炮轰鸣般的巨响。只有漫天的雷鸣才能在人类社会中掩盖这种超自然的声音。爱德华带着贝拉来到了那片空旷的高山草甸上，贝拉作为裁判亲眼目睹了这场神明级别的运动会。他们可以在几秒钟内冲上100米高的悬崖去接一个外野飞球，可以把坚硬的棒球夹得在空气中产生摩擦生热的火光。但就在这个家庭享受难得的内部娱乐、欢声笑语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爱丽丝的脸色突然变了。他的预知天赋里闪现出了3个不速之客的身影，3个真正残暴过着茹毛饮血生活的流浪吸血鬼顺着味道找了过来。他们分别是领头人劳门特、冷酷的红发女郎维多利亚以及最致命的詹姆斯。这3个人和库伦家族完全不同，他们是传统的丛林掠食者，所到之处白骨累累。卡莱尔试图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这场遭遇战，他主动提出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但就在双方交涉风向突然发生改变的那一秒，灾难降临了。一阵山风吹过了贝拉的长发，
人类血液那股犹如歌者般清甜浓郁的香气瞬间在空气中扩散开来。詹姆斯的脖子猛地一扭，他的瞳孔在瞬间缩成了一条线，浑身肌肉暴起，那是捕猎本能被彻底唤醒的标志。虽然爱德华在1/1000秒内挡在了贝拉身前，库伦家族全体成员也瞬间摆出了拼死一战的战斗姿态，用绝对的人数优势逼退了流浪三人组。但詹姆斯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詹姆斯是一个纯粹的病态追踪者，在流浪的几百年里，他不需要财富，不需要领地，他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挑选这个世界上难度最高、保护最严密的猎物，然后享受猫捉老鼠的追踪过程。他以前甚至追踪过一个有几十个保镖保护的欧洲贵族，并以此为乐，帮他看穿了爱德华这个神一样强大的同类对贝拉的极度保护时，这恰恰击穿了他这辈子最疯狂的挑战欲。他不仅要吃掉这个女孩，还要在整个库伦家族的眼皮底下把猎物优雅残忍地夺走。这就演变成了一场关乎尊严和本能的超自然猫鼠游戏。故事至此骤然从爱情片变成了高压的逃亡悬疑片。为了保护贝拉，库伦家族不得不全然解散。卡莱尔和爱德华留在福克斯，吸引詹姆斯的注意力，并试图在丛林里截杀他，而贾斯帕和爱丽丝则带着贝拉连夜开车出逃，一路狂飙横跨几个州，将贝拉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阳光炽烈的凤凰城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在逃亡的汽车里，文字和画面的绝望感开始成倍放大。贾斯帕利用他控制情绪的天赋，不断释放出让人平静的波动，试图缓解贝拉快要崩溃的精神，而爱丽丝则死死盯着一张白纸，利用它断断续续随着詹姆斯脑中想法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未来画面，充当己方的战术雷达。但詹姆斯作为顶级猎手，他的智商和心理操纵能力甚至超越了库伦家族的预料。他根本没有在福克斯和爱德华纠缠，而是利用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极度了解，直接坐飞机飞到了凤凰城，甚至通过手段摸清了贝拉过去的家庭背景。詹姆斯找到了贝拉小时候住过的旧房子，在那里翻出了贝拉母亲菲米的旧录音带。他利用录音带里菲米惊恐哭泣的声音，通过电话播放给贝拉听。他在电话里用一种极不冷静、近乎绅士的语气对贝拉说：“你的母亲现在就在我手里，如果你敢告诉库伦家族任何一个人或者带他们来，我就会在他们赶到之前一片片撕碎你的母亲。”他给贝拉下了一个利用人性的无解阳谋，要求贝拉独自一人来到他小时候练过舞的那家芭蕾舞教室。贝拉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类女性能达到的勇气极限。她看着身边因为极度疲惫而陷入假寐的爱丽丝和贾斯帕，她知道只要自己发出一点声音，这两个超自然生物就会立刻接管局势。但她不敢赌母亲的生命，她选择偷偷溜出汽车旅馆，独自一人打车，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那个四面全是镜子、洒满了午后阳光却阴冷如坟墓的芭蕾舞教室。那是整部作品里最绝望、最血淋淋的物理冲突。当贝拉推开门，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旧磁带时，他才明白自己彻底中计了。他的母亲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只有一个等待收网的恶魔。在镜子破碎的脆响中，人类的脆弱在吸血鬼绝对的力量面前被放大到了极致。詹姆斯像折断一根枯树枝一样无情地踩断了贝拉的腿骨，甚至拿出了摄影机，准备把这场充满血腥的虐杀过程拍下来，留给爱德华当作战利品。在贝拉因为剧痛快要昏厥的时候，詹姆斯在他的手腕上狠狠咬了下去，将腐蚀性极强的吸血鬼毒液注入了他的血管。毒液在人类体内就像是一团流动的岩浆，在每一个细胞里疯狂灼烧，那种痛苦让贝拉发出了非人的惨叫。就在詹姆斯准备给贝拉致命一击的瞬间，芭蕾舞教室的幕墙被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瞬间砸得粉碎。爱德华带着满腔的怒火和近乎毁灭世界的杀气从废墟中疯狂冲出，他一把将詹姆斯撞飞了几十米远，撞碎了整整一面墙的巨大镜子。那是超自然生物之间最原始、最残暴的撕咬。爱德华用尽了全身上下的所有格斗技巧和速度，和这个活了几百年的顶级杀手滚在一块。
随后赶来的卡莱尔、艾美特和爱丽丝立刻加入了战场。艾美特和爱丽丝展现出了他们狂暴的一面，他们合力按倒了詹姆斯，像撕扯纸片一样，亲手将这个不可一世的追踪者大卸八块，然后在地板上浇上汽油，点燃了一团熊熊烈火，将詹姆斯的残肢断臂烧成了彻底的灰烬。但外在的敌人虽然被消灭了，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倒在血泊中的贝拉，体内的毒液已经开始顺着静脉迅速向心脏蔓延。如果任由毒液扩散，贝拉就会在1小时内失去人类的心跳，然后彻底转化成和他们一样没有灵魂，只能活在阴暗中的吸血鬼。卡莱尔在旁边一边用熟练的医学手法给贝拉断裂的腿骨止血，一边冲着爱德华大喊：来不及送医院了，爱德华，如果你不想让他变成怪物，你必须亲自把毒液吸出来。这几乎是一个自杀式的任务，是一个将灵魂放在烈火上炙烤的终极测试，让一个把贝拉的血当成此生最致命毒品的牺牲他正在流淌的温热的鲜血。这等于让一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喝下一口甘露，却必须在咽下去之前强行克制住自己，把它吐出来。多吸一口，贝拉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而爱德华也会彻底失控，沦为嗜血的恶魔。少吸一口，毒液无法清除，贝拉就会变成怪物。在芭蕾舞教室满是碎镜子和火光的冰冷地板上，爱德华趴在贝拉的手腕上，他的眼睛从黑色变成血红，整个人的理智在深渊的边缘疯狂拉闸。全天最强烈的戏剧冲突不是刚才的超自然打斗，而是爱德华脑海里那份超越了生物本能的爱与沉睡了100年的嗜血野兽之间血淋淋的贴身肉搏。他能听到贝拉微弱断续的心跳声，那是一颗正在熄灭的人类心脏。卡莱尔在旁边大喊：停下，爱德华，他的血已经干净了，再吸他就死了。最终凭借着近乎神迹的意志力，爱德华满嘴是血，浑身颤抖地停了下来。他战胜了吸血鬼这个物种延续了万年的本能，他保住了贝拉的生命，也保住了他的人类身份。他用满腔的克制强行在死神手里把贝拉的灵魂给夺了回来。故事的最后，在明亮而虚幻的毕业舞会上，校园里到处都是彩灯和欢笑。贝拉穿着一身美丽的礼服，右脚上还打着厚厚的石膏，只能半依靠在爱德华的身上。爱德华抱着他走到了无人的草坪和林道上，在月光下和他贴身漫舞。贝拉看着这个永远不会变老、永远完美，甚至在月光下折射出冰冷光芒的生物。在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他再次提出了那个内心里最深的渴望：把我变成你们吧，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跨越时间的尽头。而爱德华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用那种温柔满足却又无比绝望的语气拒绝了。他说：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爱你，但我绝不会夺走你作为人类的灵魂，哪怕这代价是我们要面对时间的离别。这才是暮光之城跨越文化和年龄层，让全球观众欲罢不能的真正爆点。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个超自然生物的魔幻故事，底层贩卖的其实是人类面对命运、孤独和本能时那种最极致的对抗与妥协。一个拥有无限生命却甘愿为了一个凡人去忍受永恒饥饿与克制的怪物，和一个明明知道靠近就是粉身碎骨，却为了那份独特的绝对偏爱敢于直面深渊的普通女孩。她剥离了魔法的所有浪漫外衣，最后留给所有人最震撼的内核是米百能和整个世界的规则，把刀架在脖子上。我也要站在你这一边，为了守护你的存在而和自己的一生为敌。当一个人拥有了不受约束的力量和无法阻挡的欲望，他却选择为了一个弱小的存在而收起爪牙。这种克制才是人类精神深处最顶级、最让人无法抗拒的性感。当远处的窗户里，流浪吸血鬼的幸存者维多利亚正用阴冷的眼神注视着舞会上的两人埋下复仇的地雷时，这两个完全不同物种的灵魂已经强行在命运的剃刀边缘上为彼此踩下了最决绝的刹车。这就是暮光之城隐藏在大白话恋爱底下的商业核武器。